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最近过得好吗？我最近过得很不好，最近真的好焦虑，焦虑的嘴巴上长的全是痘痘。可能有人会说了，那你都这么烦了，你都过得不好了，你凭什么跟我们分享？你凭什么跟我们分享你这个标题说的事情？那我想说的就是呢，其实我现在的这种烦躁、这种痛苦、这种焦虑，它不是由空心病导致的，而是因为我太现充了，我是一个痛苦的可恶的现充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资格讨论这件事情的，因为我曾经也一度备受空心病的折磨，我非常了解那种人生的无意义感、没有目标感，然后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那种感觉所带来的痛苦，而那种痛苦，空心病带来的那种痛苦和我现在经受的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痛苦，我觉得有区别非常大。如果能一直躺在这里就好了，好舒适，好喜欢。其实关于这个主题，我在网上看过很多别人出的视频，大部分视频都说的比较笼统，没有一个解决的具体的可以实操的方法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具体的到底是如何实操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但是当然呢，一道数学题，比方说 x 平方等于1，它的答案可能等于正1，也可以等于负1。那比方说同一道数学证明题，可能答案结果是一样的，但是解答过程、证明过程也可能不一样，所以我的方法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人。那如果你试了一下，你觉得对你有用，那就太好了。但如果你觉得我的方法对你没有用的话，你可以继续寻找适合你的方法。那么关于治疗空心病呢，我的第一个假说就是，我觉得人，你嫉妒什么，你想要的就是什么，你想做的就是什么。我觉得咱们某种意义上应该合理的利用起来我们某些负面的情绪，比方说嫉妒。此话怎讲呢？我得从我的经验说起。我是怎么发现我想干什么事情的呢？都是因为我对某一些人产生了嫉妒。我觉得嫉妒和羡慕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。有的时候看到有些女生长得非常好看，然后身材非常好，我可能会觉得好羡慕，哇塞，她长得也太好看了吧。但是我不会嫉妒，我不会产生那种比较 aggressive 的嫉妒情绪。再比方说，我可能看到别人有钱有时间出去全球旅游，我也会觉得很羡慕，但是不太会嫉妒。那我特定的嫉妒情绪一般产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举几个例子，比方说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特别嫉妒微博上的网红摄影师，我真的特别嫉妒。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，我会觉得为什么不是我在各地旅游，给漂亮的妹子拍漂亮的写真，然后发到网上得到好多赞，这件事为什么不是我在做？为什么我要被困在学校里面学数学、考数学，然后还考不及格？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发展我的摄影技能，我开始宣传我的摄影作品，我开始在大学里面接一些单子。通过这件事情呢，我的摄影技能，我说的摄影技能不光是拍出好看的照片，是指把摄影这件事情商业化，它包括摄影技术、修图技术、与人的沟通技术，不太会拍照那种妹子引导她的技术，我都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。那如果我没有产生嫉妒这些网红摄影师的情绪的话，我是不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。然后比方说我当年玩知名游戏去月球，我玩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靠，这游戏太牛逼了，这游戏太屌了。高刊，我好想成为他这样的人，我好想像他一样做出这样一个游戏。为什么这么牛逼的游戏是高刊做出来的？哎，等一下，他名字叫高刊还是高看？我忘记了。为什么这么牛逼的游戏是你做出来的高刊？为什么不能是我做出来的？我就很嫉妒。我超嫉妒，我妒火中烧。我当天晚上玩完那个游戏，我都睡不着觉。所以呢，我由此发现，我其实蛮喜欢游戏的。我可能喜欢的游戏有特定的品种，但是我可能还蛮喜欢游戏的。然后呢，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做了游戏策划。当然，工作和理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情。我做游戏策划的游戏种类也跟我喜欢游戏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但是这件事它至少帮助我在某一个时间段内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。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帮助，对于人生来讲。然后呢，再比方说我
我之前看《三体》的时候，我会嫉妒刘慈欣。我觉得这事儿说出来真的很丢人，因为我其实没有资格嫉妒这些这么牛逼的人，但是我真的嫉妒他们。我觉得这么丰富的想象力，这么牛逼的 idea， 为什么不是从我的脑子里出来的？我的大脑为什么就不能产生这种东西？我就很嫉妒。所以由此我推测呢，其实我还有一件想干的事情是我想写小说，但这件事情我目前还没有开始，我也不太确定我有没有能力写出来，但是至少我可以确定这件事应该是我想干的事情列表里其中之一。那么它会帮助我认识到我是有一个想要创造一些故事的冲动的，虽然现在也不知道要创造什么故事，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出来这件事情，因为真的有点大言不惭。如果你想干一件事情干都没干就提前说出来了，那你就会从说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感受到已经完成这件事情的快感，然后你就没有动力去完成它了。我们老话就说生日愿望，自己的愿望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永远实现不了了。我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出来小说了，因为我在这里说出来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我想干的事还蛮多的。然后呢，我还嫉妒谁？我嫉妒越来越离谱了，我想说的东西越来越离谱了。我嫉妒梵高，我看到梵高画的那些好看的画，我就嫉妒。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画，它不是我画出来的啊？很强烈的嫉妒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是想画画的。那你们之前应该也看到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，给那个卖家的叔叔画了一幅画，然后有人说我画的画风格有点像梵高。那其实我向大家坦白一件事情，那幅画它不算是我的原创，因为我其实是把照片喂给了 AI， 让它生成一张有梵高风格的画，然后我临摹的。但是我必须得说，对画家的嫉妒让我知道我自己想画画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我通过真实的画画这个动作，虽然不是我原创的，虽然是我临摹的，但是我真的在画画的过程中也体验到了一些快乐。那如果我没有感受到我对画家的嫉妒的感觉的话，我就不会去尝试自己画画。如果不去尝试自己画一幅画的话，我可能就体会不到这件事情的快乐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发现自己一些负面的情绪其实是很有必要的，不要去对自己不诚实。当我们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，比方说嫉妒，比方说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们要真善美，我们不能嫉妒别人，我们要那个什么，我们要平和，我们要 peace and love， 然后你就会失去一次了解自己非常珍贵的机会。 OK， 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天要黑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拜拜。这条路盯着我干什么？我感觉我想跑了，因为他一直盯着我，感觉他要过来找我呢。他没有盯着我。